家好，我是阿斌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。我最近蛮常看到大家就是会讨论一个，就是木工柜好还是系统柜好。这种东西，我觉得通常大家在讨论这种东西的时候，都讨论的太专业了。说实在的，这样子其实你很难去理解到什么东西对你真的有帮助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呢？其实这就是你要给一个限制条件。比方说，我今天去吃回转寿司，你问我说要去吃真鲜好还是寿司郎好？那如果说今天你想要吃炸物比较多，然后东西比较多样性的话，我就会推荐你去吃寿司郎。那如果说今天你觉得你只想吃鲑鱼，那我就会觉得那真鲜是对你不错的选择。第一个，它的鲑鱼便宜，然后品质我是觉得真的是不错，以回转寿司来讲的话啦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你要给一个限制条件，你才能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你有帮助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在这个主题之前的话呢，请大家不要吝啬，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好，那我直接下结论。如果今天我们来讲第一次购物，或者是说你第一次装修，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的话，你要怎么选？我会主推你直接选系统柜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好，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大家都把你的预算全部都拿去买房子了，很合理吧？我是讲中部来讲好了，中部比如说你今天2房的800多万可以买个2房的，那你今天如果再拉一点价钱，拉到950万，可能你可以买一个3房的。那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？正常的大家都会想说，那我再加一点预算，我先去买一个3房的，装修可能将就一点。虽然我是做这一行的，但是我知道这就是一个大家普遍的一个心理嘛，所以大家都会把预算先灌在房子身上，剩下会只有很少的预算再去做一些装修。那这个时候就会问说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做装修呢？那其实那是因为必须要有一个收纳的一个需求嘛。你今天在有一个收纳的需求，就是你的坪数通常都不会太大，所以你的坪数的平面都很小。所以呢，今天2夫妻带着一个小孩，你的东西一定会越来越多，你势必你的收纳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东西做到很高。比如说柜子通常的高度都在240公分，那你可能要做到270公分，做到300公分，类似这样子。所以今天你会去做装修，一定是有收纳上面的考量。可是你又把预算全部都拿去买房子了，那你在你预算不多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就要选系统柜，因为系统柜比较便宜。你可能会觉得很质疑说，不会啊，为什么系统柜就一定比较便宜？也有系统柜很贵啊。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，系统柜一定比木工柜便宜。这就是第一点，所以呢，你预算你在调配上面的时候，你就选系统柜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来讲第二个。我们先讲木工跟系统柜的差别。我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，木工就是只要有木头，然后有师傅的功力，他就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出来，甚至盖房子啊、做墙壁啦、做地板啊、做柜子啊。所以这只是一个其中一环，柜子只是它其中一环的一个功夫而已。但是系统柜呢，它是在柜子上面去特化的一个产品，因为在板子，我们一个板子来讲的话，我们要封好几面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在木工师傅那边的话呢，它每一面都是用手工去贴的，去把那个皮贴出来，比如说木纹的啦，或是白色啦、灰色啦。但是系统柜的板材呢，它是从工厂制造出来的，然后现场再去做组装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，木工就是一个纯手工的一个工艺，所以大家去讨论好的木工师傅就直接带你上天堂，因为它的品质好，它做出来有如艺术品一般。但是我们要去考虑到，不是每一个做手工的人功夫都这么的高强，所以呢，今天在这种业界里面，你木工的手艺很高的人，他的工资相对就不会很便宜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讲，一个木工要在做到跟系统柜一样等级品质的时候，它就比较贵。那反观系统柜，它既然是工厂出来的，这间工厂如果它今天它没有去把控好它的品质的话，这间工厂就会倒，因为它就会被市场给淘汰嘛。所以它为了不要被淘汰，它是不是就会更努力去研发它的产品？所以普遍现在系统柜的工厂的一个品质都不会太差。好，所以系统柜的产品就是相对的稳定一点点。因为今天好的木工师傅不是每一个做手工的，他今天传承到年轻人的功力都会这么的厉害。那比如说，我们就讲我们男生最喜欢的公仔来讲，
你手工的公仔跟量产的公仔比起来，手工公仔会比较便宜吗？你今天买的是这个师傅跟这个设计师他去弄出来的一个作品，你为了要达到你今天的期许，你想要它的东西客制化到你喜欢的样子，你就要多一点钱，就要多点钱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你今天你要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去考虑到这种手工的，我们用系统柜，绝对 CP 值是很够的。那你说系统柜很差吗？不会啊，系统柜很好啊。系统柜本来就不是一个太便宜的东西，它本来它的品质一直在优化的情况下，它就很好，只是说它没有办法去跟你做到一种所谓的独一无二，但是独一无二要钱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选系统柜吧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讲一下，如果你今天你会发现你这样子弄下来以后，你还多了一点预算的话，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嘞？今天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板材而已哦，但是我们的柜子不是这么简单，就是只在讲板材。今天我们就刚刚讲了基本的板材，木工要去做的时候，它就需要功夫的手艺。然后呢，系统柜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品质稳定，价钱公道。但是这个柜子它还有2个面向可以让你去选择。今天柜子不是这么简单，只有这板材组成而已，它还有里面的内装。你这样做高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有升降的吊衣杆？然后你的抽屉是不是要多个拉篮、多个方格抽、多个吊库抽？你的吊衣杆是不是需要 LED 光？或者说你的层板里面是不是要有发光的，更有质感？甚至是不是滑门的？厨具是不是要用电动的？其实这柜体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丰富它。所以在这边，你今天在讲说，你今天多这个预算的时候，你还有很多的内装可以去做投资。所以说呢，你今天你的机能想要再更加提升，你的收纳想要用到更淋漓尽致的话，我就建议你就是去选系统柜吧。但是你有另外一派，就是说，其实我的内装我是想要简单就好，我想要再特殊一点。那这个时候你的门片，你就可以考虑是用木工的，比如说它可以贴石头的面材。它可以突然贴一下最新的一个奈米修复的一个美耐面材，它是一个消光雾面的，甚至一些钢刷的木皮啦，甚至一些石头的薄片啊，很多千奇百怪太多了，都可以把你的质感拉上好几个等级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木工。所以呢，你要选择美感再更提升2个层次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可以用木工的方式。如果今天是我想要更极致的一个机能追求的话，我就建议就用系统柜的方式。所以这个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，我跟大家总结一下：如果你今天你有太多的地方要去支出，那你的装修的预算被压缩的话，你想要选到一个 CP 值够、品质又好，那我就建议你用系统柜，就像是 iPhone 一样。其实到最后大家都在用 iPhone， 但是 iPhone 不好用吗？很好用啊。但是呢，木工就算是一个客制的，比如说像其他国家都会有一些特制的一些手机是非常超级高单价的。那适不适合你用不是很确定，但是系统柜应该是可以符合到普罗大众去使用的，而且价钱又公道。那到最后，如果你要去追求机能的话，你的预算如果是有限的情况下的话，你就用系统的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可以舍去一些机能，你想要再提升更高等的美感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去木工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去分析我个人的一个观点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。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大家讨论，或者希望我拍出来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讲哦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